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泽连斯基用可能发生世界大战威胁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路透社2月20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媒体表示：“我希望中国能站到我们这一边，但目前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国与俄罗斯结盟，就会爆发世界大战。”欧盟也希望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装备。说这将是中国所面临的一条外交红线。泽连斯基和西方的这种威胁式的言论，让中国人非常的反感。最近一段时间美国积极炒作有关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倒向俄罗斯的言论。无论是欧洲对中国提出的所谓的红线，还是泽连斯基的世界大战威胁论，都是美国立场的翻版。毫无疑问，如果中国真的站到俄罗斯一边，以军事盟友的身份向俄罗斯出售，甚至是援助武器装备，那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日子就会好过得多。俄罗斯以一己之力面对着一场北约出钱出枪，乌克兰出人的战争。目前的战局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军已经进入了僵持阶段，就像天平达到了平衡点一样。如果有任何一方拿到一个新的筹码，平衡立刻就会打破，激烈的战斗又会爆发。中国已经反复表明，我们不是乌克兰战争的挑起者，也不是当事方，没有兴趣成为任何一方的盟友。不但如此，中国政府已经明确地向乌克兰提出了和平解决冲突的中国方案。乌克兰也表示要认真研究。那么，为什么美国还没完没了地纠缠中国军援俄罗斯这种话题呢？这恐怕是因为美国自己有前科，害怕中国也效仿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争，在欧洲大陆上以德国为一方，英法为另外一方，打得不可开交。美国在战争的一开始采取中立的立场，但是当战争进行到1917年，美国看到双方已经是精疲力尽，下山摘桃子的机会已经成熟，于是在1917年的4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正式加入协约国一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开动国内的工业生产能力，向协约国大量的提供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按照史料，德国2次发动无限制的潜艇战，以及德国的外交国务秘书齐默曼发电报煽动墨西哥加入同盟国，是美国参战的主要原因。其实在1915年和1916年，德国的潜艇就多次击沉美国的船只，所谓的齐默曼电报也不过是个借口而已。美国如果是为了道义而参战，那早就该动手了。等到1917年，眼看英法力量已经快耗尽，此时参战，美国才能获取最大的利益。推己及人美国自然是非常担心，中国也照此办理冷战时期这一幕继续上演，无论是在朝鲜战争还是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与苏联都是站在一起的。在越南战争期间中苏关系实际上已经相当差了，但是两个国家为了共同的利益，支持越南北方和南越游击队，这在美国人心里留下了永久的创伤。如果在乌克兰战争中，中国站到了俄罗斯的阵营里，中国庞大的军工生产能力和先进的电子信息产业，确实能够为俄罗斯提供源源不断的先进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俄军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能打垮当面的乌克兰军队。到那个时候，战争在什么地方结束，还不就是中俄说了算吗？中国之所以没有像美国一样给冲突的一方浇油递刀子，完全是为了践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在国际事务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任何打算用世界大战这种词汇来恐吓中国的人，都应该好好的去重读一读历史。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